手打3000次的年糕能拉多长？能拉这么长？哎，我说好巧不巧，我刚打完年糕，上海那个排骨年糕就火了。不过这过年打年糕是哪个地方的习俗啊？不管哪儿吧，咱主要是营造手工的年味儿。年糕嘛，就是年年登高，谁过年还不是图个好彩头了？传统打年糕也是讲究流程的，糯米泡1夜，吸饱水，进行第2个流程蒸米。木桶上大下小的造型是为了蒸汽均匀，也好出模。蒸个1小时，进行下一个流程打糕。这个流程就比较费老公。现在是热气腾腾的米，需要手打。说到手打，从手打50次的柠檬茶到手打1000次的欧姆蛋，2000次的牛肉丸，那相比还要打10000次的肉燕馄饨，那3000次的年糕也就不算啥了。不过靠这个木锤打几千次，这活还是应该交给牛爸，家里没有一口饭是可以白吃的。请注意，打糕换实锤更有力。不过问题来了，这么粘应该是对的吧？不过粘光锯应该不对吧？还好我脑子灵光，开播线上求救。你看看，要不我说3人行必有我师，人家说要一边沾水一边翻，再一边打，看看果然不粘锤子了。又经过了9981难啊，不，应该是99不知道几千遍，2人轮流被虐千百遍，总算打成了。如此费力，所以打年糕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但是自己打出来的更韧、更香糯，也更有年味儿，而且能拉得更高，差不多得有4斤吧。最后一个流程就是切糕了，表面抹点油防粘，可以切成自己想要的各种形状。咱们也先做个排骨年糕尝尝，大片年糕先煎一下，煎的2面焦黄就最好吃。我也是刚知道，上海的排骨年糕用的居然是猪大排，再调个甜咸辣口的料汁儿，煮到粘稠关火，浇到排骨年糕上，软糯酥脆，糯中发香的上海排骨年糕就可以吃了。先来一口肉，怎么会这么香？这个年糕外脆里糯，不愧是汪小姐最爱吃的排骨年糕。自己打的年糕，就算是晾干也不会开裂，可以储存起来，过年慢慢吃。年糕也可以用糯米粉做，想要吃软皮的，可以调成稀点的面糊，也是先蒸熟再打。这个版本的年糕啊，会更细更白。这是够粘的。打过的年糕这韧性真是无敌了，这种软皮的擀开，撒上黄豆粉，抹上豆沙馅，卷起来就是老北京的驴打滚了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还挺爱吃的。看来这糯米的点心各地都有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。年糕还有一个特受欢迎的变身，擀成薄皮，拿出提前做好的巧克力馅，填到皮里包起来。那猜到是啥了吧？没错，这是巧克力打服了，浓郁丝滑，这入口的满足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来吃点心，这怎么少油了？一杯你不吃了。你看这个馅儿就多，你看告诉你们方法，你看颜色深了，直接就是一大口。哇，你看这么多巧克力，这馅儿也太多了。你的满足度都笑出声了。一口闷掉，自己打的软皮真的太香了。来，开个会啊！这马上过年了，咱们得备点年货呀。炸馓子呀，我们老家特产，是不是有点太低端了？很需要技术的，我都担心你不会做。小师妹就没有我不会做的，我跟你们说。首先炸馓子的那个面粉最好是高筋的，原理吧就像拉面，盐先用水和开是重点，材料倒是特简单，关键是掌握和面的手法。敲黑板，千万不要揉，要用拳头揣面的方式把面揣光了，然后盖保鲜膜，醒面2小时，中途再揣2次。馓子面真跟拉面一样，靠醒好擀成长方片，抹上油 ，Z 字形切过去，拉开就是一根面了。不过还要醒20分钟，再搓成圆面。没想到吧，这一根面搓开老长了，搓完就可以往油盆里面盘了，一边拉细一边盘。全部盘完还要醒4个小时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前阵子特火的繁殖面不就是这做法吗？就是把油替换成了面粉，盘到盆里，找个东西固定2根筷子，把面头固定在筷子上，一边搓绳一边8字绕到筷子上。绕完吊挂醒面，这一定得盖严实，不然面会干。醒1个小时，拉1次，再醒1个小时，又能拉长1节，再醒再拉，如此反复，就能越来越长越细了。跑题了，馓子，彻底醒好的面，韧性贼好，把面规律的绕到手上，接口跟开始的系一起，再用手来回倒腾撑长。找个帮手，用筷子接过去。本来我想撑再长点，结果你看啊，这是小九炸的一口电线。
行，你来。筷子接过来就不能撑了。哎，我小时候就负责干这活呢，油锅里晃几下，再拧个花，再炸定型。不是，我那是意外。不，粉丝说让你炸 U 型，哎，左一头，右一头，中间打个弯儿，一拧，哎，怎么又跑了一个？是这样吗？哎，你看这次，哎呀，准备整成电线了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穿进去，筷子一校正，哎，完美多了吧？果然是天才散子手。刚才评论区的大哥教得好啊！看着炸好的馓子，根根分明，又香又脆，你听这声音。那你要和你这些也不够啊，是不是还得再整点有难度的呀？比如说细如发丝的零絮面，比篮球还大的炸煎堆，还有那个一咬生脆的空心芝麻糖，实在不行做7人成我也行啊。这真做不了一点儿。对于我儿子不爱吃蔬菜这一点啊，我能用100种方法去对付他。所以今天来一个包菜做一切。这小孩他要不吃某种食物，你越逼他，他就会越排斥，越讨厌吃。所以我都是不逼也不强迫，给他换个花样做呗。我这一个包菜一半切丝儿，这半我做个包菜披萨，用2个鸡蛋打散，浇上去，拧点黑胡椒和盐，搅和，然后油热倒进去，铺平，挤一层番茄酱，抹平，再撒一层洋葱脆，再铺一层香肠，再撒一层芝士碎，盖子啊，小火焖5分钟，芝士化了就好了。没想到吧，用平底锅和包菜也能做成孩子爱吃的披萨。就这个，这小子每次看到都能吃不少。有时候早餐他就夹在面包里吃。这是用包菜做的披萨，哇，拉丝了。另一半包菜我给它切成大块，然后焯个水，那个水里啊放勺盐和油，它就能让这个菜呀保持翠绿。烫个30秒就得捞出来。我会做一个特好吃的鸡蛋拌包菜，需要煎2个鸡蛋，要人多就煎4个，煎2面金黄。懒得洗菜板了，直接剪成小块，再调个料汁儿，把辣椒粉给它换成甜椒粉，泼个热油，再加2勺生抽，1勺醋，1勺蚝油，1勺白糖。再来勺葱花，是酸甜口味的，就这么一浇，抓把均匀就完事儿了。这菜啊，每次上桌都剩不下，清脆爽口，不光孩子，大人也爱吃。好吃吗？好吃是好吃，我一吃饭你就拍也不知道给我拍帅一点。我今天用我新买的这个抓拍神器华为 Mate 60系列给你拍，他拍的遥遥领先。我再给你拍几张，正好参加一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3连拍挑战。这还差不多嘛。那当然，我这可是拥有 F1.4 超大光圈主摄，配合软件算法，真正的所见即所得。包菜还有一个特好吃的做法，这一整个全都切成丝儿，再擦点胡萝卜丝儿，还用泡软的粉丝，这个里边加勺油，2勺生抽，混拢匀备用。然后起锅烧油，先炒个鸡蛋，我一般喜欢炒嫩点，划了2下就给它出锅。鸡蛋剩的油爆香葱蒜，再把胡萝卜、包菜、粉丝、鸡蛋依次扔锅里，再用生抽、醋、蚝油、糖调味儿，炒匀就好了。你别看它其貌不扬，真的巨好吃。由于我不强迫它，所以你看它现在连胡萝卜也开始吃了。这个菜吃不完的呀，我就会用馄饨皮儿给它包起来，跟捏包子一样，捏好翻过来。直接上锅就蒸个10分钟，哇，蒸好晶莹剔透的薄皮儿大虾，比肉的还好吃。尝尝怎么样？2个吧。哇，一口塞进去了，一口一个，还得是包菜，好不好吃？好。你就快快快